唐开元24年，安禄山已经做到了平卢讨击时。一次奉皇命讨伐契丹的过程中，他暴露了自己轻敌冒进的弱点，落败而归。他的上级张守珪把他送到东都洛阳，请朝廷发落。宰相张九龄亲自审问，与他交谈许久。张九龄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。《大唐新语》中记载，在交给唐玄宗的奏折中，张九龄写了这样一句话：禄山狼子野心，而有逆相，臣请因罪戮之，既绝后患。张九龄作为宰相，阅人无数，一眼就看到了安禄山身上的欲望，也提醒过唐玄宗，但很可惜，皇帝此时并不相信。在唐玄宗眼里，安禄山是一个勇锐的人，因此唐玄宗的处理结果是免去安禄山官职，让他在回军中戴罪立功。唐玄宗不会想到，自己一次错看，为整个大唐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。唐朝国祚289年，国力积累至唐玄宗时期达到顶峰。唐玄宗年间，全国人口在8000万以上，当时全世界人口才刚过2亿，大唐几乎是人类总数的半壁江山。然而也是从玄宗时代开始，国都6县，天子9000，后期李家天子名存实亡，就像一个人进入了慢性死亡。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，也就是国都的第一次失陷，来自闻名史书的安史之乱。安史之乱被民国史学界视为轴心，很多人认为此战不仅是大唐的转折点，也是古代中国国运的转折点。此战后，古代中国的国力再也没能回到唐代的巅峰状态，中原王朝在军事上一直被北方游牧民族压制，直到几百年后的朱元璋北伐才一雪耻辱。那么这场残酷的战争是怎样的一番情景？为什么就让唐朝从此一蹶不振呢？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，但是晚年奢靡无度，时人称秀在其外，腐在其中。玄宗时期，大唐边镇增兵至50万人，中央空虚而边镇强大，一些大臣早就判断唐朝有北魏六镇造反的危险。但玄宗李隆基非常信任和硕大将安禄山，最后居然史无前例地让其兼任3镇节度使。不想在公元755年，安禄山因跟宰相杨国忠不和，伙同史思明以清君侧为名，带兵15万虎狼之师南下中原。安史之乱之所以破坏力极大，首先是因为安禄山叛军实力太强。安史的15万大军都是驻守和硕的精锐军队，其士兵有汉人也有胡人，且都在边关长期跟少数民族交战，训练精，士气高。反观唐朝平叛的军队，承平日久疏于训练，跟叛军交战时一泻千里。高仙芝和封长清在关中受命平叛，但大军都在边关，朝廷刚开始没有军队，只能在关中和洛阳就地招兵，新兵多是农民，夹杂着一些市民和无赖，没训练几天就上了前线。如此战斗力，当然不能与安禄山的军队硬碰硬。安禄山叛乱后，河北诸镇望风而降，随后一路势如破竹，剑指洛阳。军队打仗不同于行军，对所到之处破坏很大，尤其是内战时期，叛乱的军队失去了朝廷本有的补给、军饷，粮秣不足时，经常会劫掠民间。而且为了消灭抵抗者的士气，军队在城破之后会选择屠城或者杀降，威胁那些不开城投降的州县。《资治通鉴》唐纪使海内9成平，百姓累世不食兵籍，促闻范阳兵起，远近震撼。河北皆鹿山统内，所过州县，望风瓦解。首令或开门出营，或弃城窜逆，或为所擒戮，无敢拒之者。安禄山大军从河北来到河南，唐朝的经济重心中原也沦为主战场。大兵压境，河南官员四散奔逃，赶紧奏报朝廷安禄山造反。安禄山拿下陈留时，因为自己留在长安做人质的长子被杀，于是下令让唐朝降兵自相残杀泄愤，一次杀死了7000人。安禄山随后进军洛阳，封长清败走陕县。叛军占据洛阳后，安禄山自号雄武皇帝，国号大燕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此时唐朝筹集的平叛军队10万人跟叛军在叶县决战，结果被叛军全歼，10万人全军覆没。此时河南百姓已经开始逃难，除了各大州县居民外，百姓都向西向南逃走。安禄山叛军和唐军都在河南取食，不仅征收粮税，还让百姓参军服役，或挖沟壑，或修城墙。时人用杀人如意，
焚炉若炙记载当时河南的情况。与此同时，唐朝大将高仙芝、封长钦都因避战不出被处死，老将哥舒翰镇守潼关，但被玄宗逼迫出潼关迎击叛军，结果20万唐军大败，唐军士卒争相逃亡，以至于踩踏而死，堵塞道路。哥舒翰被生擒，被叛军处斩，潼关陷落，关中门户顿开。唐玄宗逃入蜀中，叛军长驱直入，占领了长安。繁华的长安城被叛军劫掠，叛军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当时史书记载，长安城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，到处找不到人影，只有豺狼在嚎叫。当时有200万人口的京畿地区，在安史叛军掠杀后，只剩下不到1000户人。长安城的宫室被焚，百姓或死或逃，整个河南到关中成为修罗场，百姓食不存衣。在河南的坚城睢阳，张巡率军坚守睢阳，最后走投无路，居然将城内所有居民作为军粮杀吃肉。这段残忍的历史就是当时河南的缩影。因为北方既乏军储，又鲜人力，唐朝在国境内开始抢征民夫上前线。南方中国虽然没有遭受战火，但是也民不聊生。安史之乱直接打垮了正在巅峰的唐朝，大唐驻守西域的安西军都被那条平乱，死伤惨重。但安史之乱却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转变，安禄山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，安禄山居然被儿子安庆绪杀死，叛军内部开始倾轧。就算在这时候，唐军还是无法一鼓作气消灭叛军，只能让东调的安西军担任平叛主力。唐朝在攻打洛阳时，请回纥骑兵助阵，回纥人在打下洛阳后纵兵劫掠3天，杀戮无数，洛阳城成为死城。最后唐朝拿1万匹绫罗作为军资，回纥人才收兵。安禄山死后，公元757年史思明投降，他保有自己的10万大军和10多个州郡，被封为归义王。但仅仅2年后，公元759年，史思明继续叛乱，他这次再战唐朝比几年前更加残暴。河北魏州之战，叛军一天屠杀3万无辜百姓和唐军，史思明攻城后都要屠杀，老弱病残都被杀戮，壮丁和妇女从军，甚至充作军粮。对此，唐军在郭子仪、李光弼的带领下进逼河南叛军，终于在邺城围住安庆绪，史思明带兵前来营救。邺城之战的唐军声称有60万人，除了朝廷直系外，还有各镇节度使带兵支援。但郭子仪称，唐军因为狂风大乱，60万大军被史思明打垮。史思明进入邺城，杀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，自称大燕皇帝。公元761年，叛军再次内讧，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杀死。大唐再次看到平定叛乱的希望，借回纥兵10几万入国平叛。在唐军和10几万回纥骑兵的配合下，公元763年，史朝义自杀身亡。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宣告结束。但这8年大战让整个北方一片糜烂，生灵涂炭，黄河流域杳无人烟，世家大族纷纷难逃，百姓隐匿山中。当时唐朝实行拉夫政策，不再像以前3丁选1、5丁选2，而是只要家里有男丁，无论老幼皆要从军。大诗人杜甫的3例就描写了当时的惨状。这些男丁选走后，造成大量的生产力空缺，粮食减产，饥荒蔓延。最终，老百姓或从军死于战场，或征兵路上，或死于盗匪，或死于饥荒。天宝年间，大唐官方记载有6000万人，而《资治通鉴》《唐纪》记载，安史之乱后的代宗广德2年，人口只剩1690多万。这说明安史之乱8年让大唐户口减少了2/3。就算有大量人口隐匿逃亡，天下户口减半也是可以确定的。以人口比例计算，这次叛乱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杀伤力最大的战争之一，不仅打垮了唐朝，甚至可以说打掉了中国的元气。8年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就是中国的传统中心关中和河洛地区，两京遭到多次破坏，已经破败不堪。加上周围人口的流失，后世长安和洛阳再也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，后世的王朝也不再在这里建都。安史之乱后，朝廷将河朔拆分为3，分由3位投降的将领张忠志、田承嗣、李怀仙担任节度使。3镇名义上还归大唐节制，事实上已经自立门户。河朔3镇自立节帅是惯例，
唐朝无力干涉。据统计，三镇历任的节度使共有57人，而由朝廷所委任的不过4人。藩属国的国王尚需大唐天子承认，而和硕三镇的独立性可见一斑。所谓安史之乱的结束，只不过是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的死亡，而安史集团依然把持着整个河北地区，并独立于唐朝之外，直至唐朝灭亡。所以，从本质上来说，安史之乱其实从未结束。